好，我们今天来画一幅这个调频。我们今天画这一条是之前画过的，我们今天画的这个也是照粉啊，也算是照粉的。这是非常漂亮的这一朵牡丹花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那画这一朵是不是你喜欢的？我们今天画这朵花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可以先看一下什么颜色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是我首先来分解构图啊。今天画这个调频，4尺调频，4指调频是34.5乘以138啊，34.5乘以138。好，这个构图的话，我们今天这个中线还是可以找到这个中线，我们把这朵花画在这个地方，这一朵花我们会画下一点啊。画下一点，然后2朵花基本都是在这个2朵花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一半的这个位置这里。好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出枝，这里上来，这边的我们可以从这里一起，然后有一些枝干上来，这里开一个花苞，这里会再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穿插的一些枝干什么的。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2朵花，第一朵花，第2朵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画的。我把之前的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之前画的这个是那一朵粉色的，一朵这个黄绿色的，有点黄绿色，看得到吗？是之前很早的时候画的一个黄绿色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用什么颜色？首先这个是分解一个构图，然后我们要画2朵花。第一朵花的话，它是一个绣球形的，基本上上面就是一样的哈，上面是一些碎花瓣，然后下面是这个大花瓣。那我们把它分为还是一样，把它分为3层。这朵花就在这里哈，这朵花特别好看，好看吗？我们今天画这朵花哈。好，我们把它分为3层啊，分为3层去画。这个是第1层，这个是第2层，这个是第3层。那么它的特征是什么？第一层我们绣球形的我们都是把它分3层，还有这塔式的也是分3层。如果我们的是包菜型的就分2层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常规型的它就分1层，就是正面的常规型就分1层。那它的特征是什么？特征是第一层是什么？第一层是颜色，你看一下这张图片哈，这张图片第一层，你看一下第一层，它基本上是看不清楚这个花瓣了，它已经很虚了，是不是？颜色它肯定是最浅的，我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它颜色是最浅的。然后物象是虚的，花瓣呢，它是小的。然后第一层哈，第二层是中间这个地方，它相对于它是离我们的视线最近的地方，那么它这个颜色稍微是要深一点，相对于这朵花来说，它的颜色是最深的地方，是比较深的地方。然后物象它是实的，花瓣它也是小的，它1、2层是在一个地方，1、2层它是在一个块面的，1、2层的花瓣在一个块面。然后我们第3层是最下面这一层，的它的颜色也相对于来深一点，但是它深的跟第1层的颜色跟中间这一层颜色深的是有所不同的，颜色也是深的，到时候我们主要是体现在它的底色上，底色深然后物象它也是实的，然后花瓣是不一样，花瓣是大的。当然我们上面说这些花瓣是小的，并不是说全部是小的，那小的中间也有大的啊，小的也有大的，大的有小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那这个大的里面也有小的，这个是相呼应的，相搭配的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一朵花，我们家人们记得之前有画过是用的什么颜色吗？颜色啊，来看一下这第一朵花的颜色。底色我们用这个太白加3青，对，太白加3青。然后第二个我们用什么颜色？我们直接用这个牡丹红胭脂吧，用牡丹红胭脂。因为很久没有用牡丹红，用这个比较简单的颜色，我们一样要画出这种好看的效果。
不能每次用比较特别的颜色，就是用普通的颜色去画出这种好看的效果。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朵花，这朵花已经找不到了，一朵黄绿色的花，以前画过黄绿色花，你们看是什么颜色？你们来，大家都分解一下，很浅的颜色。这个黄绿色，大家看到了什么颜色？这个是第一朵啊，这个是第一朵花。然后我们的第二朵花，第二朵花它是一个正面的，那么正面它就是只分一层了，就是花心在中间，然后花瓣往四周展，那就只有一层，一层里面就是花瓣要有大小，然后物象要有虚实，虚，颜色要有深浅，注意这种变化。然后颜色，藤黄三绿，底色还是一样的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三绿。然后第二个藤黄加三绿，那我们三绿可以少一点点。然后第三个用这个赭石。好，我们待会儿我们需要加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加哈。如果需要加颜色，我们再去加。我们先这么决定。好，需要分解花瓣，那我们首先调一个这个丹青加太白做底色。第一朵花，先把第一朵花的底色。好，这个是太白加三青。来加水调和。好，太白加三绿把它调和，调均匀啊，一定要调均匀，调的像这个那种酸奶吧，那种喝的酸奶，不要那种用勺子吃的那种酸奶，用吸管吸的那种酸奶。这个不是三绿，是三青啊。看一下，这今天用的是三青。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那给大家示范一下花瓣。好，那我们先调出今天这朵花要用的这个颜色。来，牡丹红和胭脂。
先调牡丹红，把牡丹红均匀的、薄薄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胭脂。你看你现在你如果水分大了，就是这样，你调的时候这个水掉到这个盘子里，那说明你的水分就大了，所以你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把这个水分稍微沾掉一点点，然后你再去画，这样子去画啊。来，我们先画这个第2层的这个花瓣，先给大家示范这个第2层的花瓣。第2层的花瓣它是这样，它都是一些，这朵花基本上都是一些小碎花瓣啊。这个绣球形的，它都是很多这种小碎瓣。那这些小碎瓣怎么画？它都是这种，你各种笔法，就是像你写字一样，点、横、撇、捺，各种各样的笔法。当然你每画一下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的啊，不然的话你这个花瓣就画的晕到一起了。然后这个横。还有这个提啊，这个小花瓣，那你也可以这样子转，也可以这样子点，几个花瓣点在一起，也可以侧面一点，这种各种笔法你去组合，就是这个碎花瓣，就是各种这种小的碎花瓣你去组合。然后这个是第2层的这个小碎花瓣啊，这个碎花瓣你有的时候也可以画大一点，像这样子推啊转啊，也有这种大一点的花瓣，不一定说全部都是小的，也有大的哈。好，现在这个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有点干了，我们用这个笔肚去沾一点底色。用笔肚沾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先把这个牡丹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笔尖沾一点点胭脂。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大家说要加紫色，它加这个其实这个胭脂和这个3青混合在一起，它就是有一点发紫啊，它本身就有一点紫。像这种花瓣，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碎瓣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第1层的花瓣，第1层的花瓣就更加碎了，就更加浅了，就是笔尖只要一点点颜色，一点点颜色，你这样子去各种各样的笔法，你去点它。把这些所有的你去点在一起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第1层。第1层特别简单，基本上只用底色画，就是笔尖稍微有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当然要有一些这个花瓣要有长有短啊，有大有小，有宽有窄，就这样子去点，就外围的这一圈呢，你就这么去点出来就可以了，是不是特别简单？像这个绣球形的，其实你画起来一朵花，它特别快，非常快，可以画一幅画，画一朵花。只是说你要掌握好它的笔法，掌握它的规律。它的规律是什么？是大的规律，而不是小的规律。是这个大的规律。大的规律是什么？这个花瓣的大小、颜色深浅变化、物象的虚实变化。那我们画一下这个大花瓣，这朵花它底下是有这种大花瓣。那像这种大的反瓣，你看大的反瓣它其实跟小的反瓣是一样的画，只是说它特别大，我们要用整支笔这个笔头去画它。还有这种大花瓣，我们直接这么去滚它。哎，这个笔已经太干了，滚不动，那我们就点吧，我们就点。像这些大花瓣，我们点多了，它也成了面，也是成一个大花瓣。
只是我们这有一些我们为什么要去点它？点它就会有这种缺口，不规则的缺口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样子，这种缺口。好，我们的笔上干了，我们又要蘸一点点底色了。笔上干了，蘸点底色。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调色。先把这个牡丹红均匀调一层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胭脂，蘸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大花瓣，我们还可以滚出来，像这个笔睡在这个纸上，像这样子去滚。滚的时候，我们笔要有提按的这种动作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提起来，有的时候按下去。为什么要提按呢？提按的就是为了把这个滚得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把它再去调整一下。要滚出这种不规则这种缺口，它才自然，才好看，才会灵动。好，这种大花瓣，还有这种2个花瓣或者是几个花瓣，2个花瓣组在一起的这种大花瓣，感觉中间这一条线就是这个花瓣中间的一个褶皱，花瓣开的久了，到最后它都会有一些褶皱。那我们再蘸一下底色，笔肚上再蘸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再调色，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胭脂，那我们这个大花瓣还可以这样子去推啊，一笔一笔的推一下，点一下，然后再推一下，再点一下。这种就是层次，就是外面这个层次。假如说我们画了一个大花瓣，在外面再画一层次，那就是这样子画。你慢慢的往这里，慢慢往外推，这样子，因为你一笔画下去，你怕掌握不好这个花瓣要画的多大，所以我们慢慢往外推，这样子就好掌握这个花瓣的这个大小和长短。好，这个是大花瓣。那大花瓣的话，还有一种花瓣是这样子，一个翻过来的，你可以带点钩，重一点的按下去，然后提起来，然后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点。那像这样子的，你可以画的不好，你可以再去补一下，都可以。像这种翻过来这种大花瓣，这样这个花是朝上的。假如说这个绣球这上面是一个绣球，下面是个大花瓣，就是这个地方的哈，两边的这个花瓣。两边这个花瓣，它会有的时候就有这种花瓣。那我们开始画这朵花了。